昭和15年3月。这台钢琴是雅马哈的。这是另外一头的地下室，这里边真是蛮黑的。那我下去看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邵生。那今天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座日式的小学。这一座小学在它废弃以后呢，一直是默默无闻。直到有一天有人进到小学里面去了以后呢，发现竟然有一个人体的骨骼模型放在房间里面，一下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因为大家发现还蛮诡异的。不过后来呢，再有人进去就发现这个人体的骨骼模型消失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小学呢？我们就一块去一探究竟。今天天气还蛮不错的，不过天上有一些飘小雪，室外的温度大概是在2到3度左右。那根据网络的记载来看这座小学呢，它是创办于19世纪末，大概是在明治5年的1872年左右吧。整个学校呢，在搭建之初的时候它全部是用的是那种 wood structure， 也就是木质的修建。后来在1900年代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场大火，整个校舍就给烧没了。就在前面了。就在这个地方。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。而烧毁以后在1910年代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个烧毁的学校的原址上面重新修建了一座新的校舍。然后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一直废弃至今，已经废弃了30几年的时间了。你周围的风景还蛮不错的。这里还有一棵苍天古树，估计也得有好几百年的时间了。这就是那一座小学了。明治时代的木建校舍就在这里了。连这外观黄颜色的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。不过整体的这个黄色调还是蛮和谐的。整门被木板给钉上的。这里面好像是一个运动场，并不是教室。上面还有舞台。对，那有可能是一个小礼堂。那边的门是开着的，转过去看一下。你看，这个礼堂它的门是开着的。你看，这里有一台钢琴。这台钢琴是雅马哈的。这声音还可以，但是呢，有一些键皮现在都已经掉了，那上面布满了灰尘。这里还有一个蜘蛛。
哇，这个琴的编号是19497，非常的古老了，应该得有好几十年了。因为现在雅马哈的琴啊，都应该是上百万的编号了，而这个编号啊，才19000多，所以你可想而知啊，这个琴它的历史已经是比较的久远了，上面的琴钉都已经锈着了，依然可以发声。这里面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运动场，你看这里还画上了羽毛球的一个区域。上面感觉都有一些凹凸不平了。旁边这里还有一些黑板啊、绳索和除草机吧，看上去还蛮新的。你这边是一个鞋柜，这里边还放了一些拖鞋。我想以前的那些同学啊，他们就在这里换了鞋以后，然后就开始运动吧。这里有一个地下室，这是一些柜子，你的柜子，57年9月1号，哇，这时间真是蛮久的了。柜子里面都是空的，打不开了。舞台的后面，那上面全部都是木质的建造。这是另外一头的地下室，那我下去看一下。这里面真是蛮黑的，里面一片狼藉啊，都是一些运动的一些设施，一些柜子。上面就是舞台，从这边上。里面乱七八糟的，就是一些运动的东西。这个是连通的，从那边上来。对，这舞台。走到那边去看一下。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木箱。这应该不是木箱吧？这是一个小型的讲台，你看上面还能看到江中，这是这个学校的名字吧？走。
这里应该就是校舍了，在一片森林之间，底下全部都是梧桐树叶，外观看上去啊很一般。奥野山恩次县有财产保护组合事务所，这应该就是进入这个校舍的入口。走，去看一下。你地上这里有很多的鞋，这边可能也是一个入口吧，鞋柜。过去看一下。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很多的报纸，油漆桶，不过这些电表啊，你看上面的这些电线全部都已经被拆掉了。上2楼的阶梯，很深的一个走廊。办公室。被翻得很凌乱呢、你这里还有很多都是新的，有点像是录像带之类的。山梨县职员路，时间是2001年的3月。这里还有一个厨房，奖状、优秀赏、开运招福守护。这厨房里面，你看东西啊，全部都还依然保留在这里面。暖气灶、热水器，你看这热水器是不是挺袖珍的？这边的碗啊，还有杯子啊，好多，而且我感觉这些杯子啊，都挺新的。这里面放了很多东西，一些杂志，桌上有很多的文件夹，都是空的。一些办公用具。你从外观看上去啊很普通，但进来以后还是蛮独特的。一面呢是窗户，另外一边就是教室。你看这间教室，就只有中间这里啊有一个课桌和一个椅子。难道是给一个人上课吗？好大的风！底下这里有些柜子，
那教室啊，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推拉的木窗，底下这里也同样有推拉的木窗，全是木质的。这房间里面好黑呀、哇，特别的凌乱，是一些设备都不好下脚，从那边走。哎，这里到头了吗？还有这么长的一个过道，你看，需要还蛮大的。看这边，这还有一个地热炉，看。这是另外一面进门的地方，同样也有鞋柜啊，还有一些古老的柜子。制作用具，也是挺有年代感的。空的。这有点像是一个中卫啊，不过里面的东西全部都被拆掉了。帮我拿一下。部区的政治家，这可能是萨尔都吧？黑白。这里有个立体地图，这应该是北海道的一个地图。旭川、根室。哦，来看这里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帮我拿一下。我想我应该找到那个人体模型的器官了。你这像什么？心脏。你看，这不是心脏吗？灰尘有点大。你这像是那个肋骨。对，排骨一样。看来那个人体模型的器官啊，已经被拆除掉了，现在只有这些零散的一些器官啊，还留在这个沙发上面。怪不得打找不到了。
堆满了东西啊。昭和53年。你这里有很多的石头，这有铁矿石，还有一些什么硬砂岩。小孩从小就学习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。你这里还有一个动物，帮我拿一下。动物的科普，长颈鹿、猴子、青蛙、赖哥堡。这边还有植物和昆虫。看这边，《圣书物语》，哇，从小就在学圣经。乱七八糟的，走。硬结石。这应该是一个音乐室吧？你看这边还有钢琴，不过这个钢琴显然没有这么幸运。你看它这些键盘全部都已经被拆掉了。这是一台雅马哈的131的钢琴，应该是 U3吧。你周围这里还有一些架子鼓，这是一台黑胶机吗？你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雅马哈的 MIDI 键盘，这个看上去啊，不太像是小学生应该拥有的。难道日本的小学生从小就在玩这些东西了吗？怪不得啊，日本的动漫还有日本的流行乐坛啊这么厉害。而你看，像同时期啊，国内的那些小孩，比如说60、70年代、70、80年的小孩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我记得应该是在马路边捡到了1分钱，然后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在做这个事情，明明地上啊没有钱，还一定要在地上到处的去寻找。这里还有一台风琴，也是雅马哈的，一共有4个8度。这种琴啊，要脚左右的来回呢，上下这样踩，然后它才会发出声音，就像在踩油门一样。哎，刚刚好像听到一个声音，现在怎么不发出声音了呢？可能已经坏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应该是脚踩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声音。耶，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敲击的乐器，是不是挺有趣的？当乐器与乐器的声音啊，这种共鸣出现以后，就一定非常的漂亮。不过现在啊，全部都已经被堆砌在了这个里面。来，小心点。这已经到头了，
你这2楼的阶梯啊，哇，看上去啊，完全是非常的危险了。这外面是后山。哇，这抽屉里面啊，竟然还有一些乐谱。你看，这纯手写的乐谱 ，F 大调的，是不是蛮有趣的？好，我们到2楼去看一下。这是2楼了，木质的楼梯。哇！这里有另外的一个风琴。这一台琴还可以发出声音。你看，这里还有老式的这种黑白的照片，有点像是那种昭和时期的人。哇，这里还有，这应该就是当年啊那个校舍里面的那些学生吧。看上去啊，全部都穿着的是比较统一的那个时期的服装。这果然是昭和时期的，你看，昭和15年3月。这里还有像军官一样的人，全是一些老旧的照片。这柜子真是蛮古老的。上面是一些时代的介绍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老式的电视机，你看这电视机，嗨，是不是特别的有趣？是这种开合式的，自带柜子，打开以后，就这样的一个旋钮的调节。这应该是比较还原了当年的那个时候的教室吧。这有课桌、椅子，旁边这里还有很多的书，有课外读物，还有一些上课的书籍。
宇治拾遗物语》。日本探险队，这书还保存的比较的完好。电子教室里面，当年就在这里啊上课。这就是讲台，是不是还蛮有趣的？这边还有一个缝纫机，看来这里面应有尽有啊，什么东西都有，既有体育的、音乐的，还有这种手工制作的。这边还有很多地理的一些东西。你看这个快被遗忘的小学啊，因为这校内呢发现有人体的模型啊，而一下就闻名于世了。但好像后来呢被拆出了以后呢，还是什么情况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只有它局部的一些器官呢，刚才在那个沙发上面被我们发现了。不过从以前啊这个资料里面出现过的这个人体的模型来看呢，它的全身好像都是肌肉啊、内脏和骨骼什么的。大大的那2颗眼球啊，就暴露在外面，的确是让这个小学啊增加了一丝那种诡异的气氛吧。不过这所小学给我的感觉啊，它的1楼的教室与过道看上去呢还保存得比较的完好吧，但2楼现在啊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。我估计啊要不了多久呢，这2楼就要开始坍塌了。这房间里面应该是一个食堂吧，虽然也有这些黑板，但你看这里围坐在一起，像是一个食堂一样，大家在这里吃饭。你看这边还有洗浴和食堂里面的那些设施。黑板上面还有哆啦 A 梦，简单的线条啊，勾勒出了这可爱的形象。你看这小学啊，虽然已经废弃了，但是里面所遗留下的物品与现在这样的环境啊，它的色调与光影呢，又是这么的和谐，有一种凄美的感觉。怪不得啊会受到影视拍摄的青睐。像曾经呢，有一部日本的影片叫做《从前啊，每个人都是孩子》，就在这里啊取过景。现在呢，其实不用进行太多的这种场景的布景，就能得到很好的效果，是不是特别的棒呢？好吧，那这里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这是小思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日本山梨县的江草小学。那我们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